八旬老人除夕之夜在自家社区张贴大字报，我都试了好几次，破坏我们的环境是吧？将情况写出来贴出去，让整个佛山人知道。100米之遥，家中长子却不愿意探望自己的亲生母亲。贴大字报1年多，你能忍受得了吗？罗大女大儿子本来是好人来的，就是那个毒女人。是什么让老人3次将亲生儿女告上法庭？哎呦杨啊，我真的没养，我的儿子熟啦。夫妻关系要优先于旧的原生家庭的母子关系。母亲的第3次胜诉，今日说法即将播出。黄金分割法则让钢筋水泥化身城市风景，3分构图法则让斑驳光影定格永恒瞬间，阻力最小法则让勇者劈波斩浪突破极限，海恩法则让医生精准治疗救死扶伤。爱或许没有唯一公式，却需要对的方式。2017世界家庭日，今日说法邀您寻找爱的法则。2017年3月17日上午，广东省佛山市天气阴冷，2位老人拄着拐杖相互搀扶着来到禅城区张查人民法庭。于大妈老两口是来取起诉大儿子大女儿一案的判决书的，而这已经是他们3年内第3次将自己的亲生儿女告上法庭了。这个，来，分别了，给2份判决书，你可以回去看一下。最重要呢，还是呢要改变那个态度，要对父母好一点。我说就是更希望的就是得到儿女的关爱，是吧？儿女的关爱，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但是钱跟父母有来有往。过年过节要来父母家里吃饭。就在于大妈老两口接受记者采访时，大儿子阿明出现在了法庭门口。看到2位老人，阿明便扭头走了出去，似乎并不想与父母共处一室。这个是判决书，50块钱的。这个判决你刚才看了吗？我不想看。为什么呀？这个根本不是无理。说完，阿明便骑车离开了，终究没与年迈的父母见上一面。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刚才大家看到的2位老人，分别是于大妈和她的老伴儿。2位老人告的不是别人，是他们自己的大儿子和大女儿，而且在2014年、2015年、2016年3年之内，分别3次把自己的亲生儿女告上法庭。这3场官司究竟是怎么回事？2位老人为什么屡屡跟自己的子女要对簿公堂呢？我们先从2014年的一场大字报风波说起。2014年除夕夜，广东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的段警在管辖小区内巡查，发现一名70、80岁的老人正在小区的显眼位置张贴写满大字的告示。然后我们段警看到了，就要求他不要再贴了，因为这个是损害我们的公共卫生还有到社区环境的。小区里张贴的大字报也引来了周围居民的疑惑和议论。贴这个广告啊，我们反正看得很气愤，我都试了好几次，破坏我们的环境是吧？那我们小区里面见到的话，我们肯定就不允许乱张贴的嘛，我们就去清理，每清一次他就贴1次，然后我们也就实在没精力了，就叫物业公司帮手清理。清理他会追着人家去骂，追着人家去骂人家不给撕。张贴大字报的就是于大妈。据于大妈讲，自己共有4个子女，2个女儿在深圳，2个儿子在佛山。于大妈年轻的时候靠做衣服为生，大儿子常会帮忙，很听父母的话。大儿子呢也是听话，就是煮饭啊回来啊给我卖货啊，拿货给他收钱啊，也是听话。但于大妈讲，原本听话懂事的大儿子，结婚后整个人都变了。
我大儿子本来是好人来的，就是那个毒女人驻外的，我好心疼啊。老人口中的魏红是自己的大儿媳，也是大字报标题中被指责的对象。大字报的标题是“看那毒女人魏某的丑恶面目”，内容充满了对大儿媳魏红的攻击和谩骂。从大字报的描述可以看出，经济问题是于大妈对大儿子、大儿媳产生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家务的开支啊，都是我儿子出，用完那个钱还要上交给他，他的钱呢就存不存进银行里边，所以我的儿子呢心无分文。于大妈老两口认为，自从大儿子阿明结婚后，阿明的钱就被儿媳魏红牢牢把控着，这让他们很不满意。但阿明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自己30岁才结婚，结婚前全部的工资收入都被于大妈收去，结婚以后除正常的开支外，剩余的钱也都给了母亲。他还不满足，还要掌管我妻子那份钱。我有个家庭的啦，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有个家庭怎么能给你掌管呢？另一方面，于大妈对儿子阿明一家多年来极少与父母来往颇为不满。他就是这个方向，这个方向，这里呢还要做，这后面就是了。通过这楼，再通过那楼，2座楼，隔了2栋楼就是他那家了。是啊。据于大妈的老伴讲，大儿子阿明与自己同住一个小区，相隔仅2栋楼，直线距离也就100米左右，但阿明却极少来看自己的父母。春节那个利是都没有来领过的。就过节。过节没有来的。如果说之前2代人的矛盾还只是日常琐事、磕磕碰碰的话，那么2013年于大妈的一场病则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爆发点。主要就是13年，他就想气死他，不服侍。2013年1月份，于大妈在花园锻炼时不小心扭伤了腰，经医院检查，患上的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症，需要长时间在家卧床休养。于大妈的老伴说，住得最近的大儿子阿明却没有第一时间来看望受伤的母亲，反而是家在深圳的小女儿坐了5个小时的车回来照顾母亲。这么近的应该跑来看一看嘛，是不是嘛？我的大女儿呢，她都不大相信，就问哥哥，妈妈是不是有病啊？他是小意思，看都没人看，怎么叫小意思？后来小女儿请假在家照顾了于大妈16天，病情好转后，小妹和大哥阿明商量，希望已经内退的大哥能够在家照顾母亲，并由自己出钱补贴大哥。你去工厂打工也是2300，像这样你就煮3餐现在帮他呢起床，这就是这样的任务小妹妹说10年8年可以供应你，但是呢小妹妹就是这2300元钱成为于大妈与儿子阿明之间矛盾升级的导火索。于大妈说，阿明虽然拿了小女儿的钱，却并不想伺候自己。我个女儿一走，他就回家跟老婆商量，马上就刁难了，马上就刁难，叫他煮饭给我吃要不煮，叫他拿的东西给我吃要不给。无话说道，可以说无话说道。给钱我那是我当时我已经辞了工了，没收入了，他叫我买菜买米，我哪里来的钱呢？他所以给钱我呢，所以给钱是什么？帮我父母买菜买米买营养，那个2000块钱是这样的一回事。阿明觉得自己照顾了生病的母亲，钱也用在母亲身上，如今却被说成不孝顺老人，心中充满了委屈和愤怒。现在现在我把我气得浑身发抖。老人家他有病啊，
服侍他，他还要怎么说呢？还要我一直服侍他，说我不要去工作，就为了服侍他，我已经辞职2次了，你知道吗？他这种是得寸日扯，你们明不明白啊？母子之间矛盾频发，儿子儿媳是否真如老人所述那样不堪？学校去闹了，教委去闹了，告我妻子。不像老人家所说的这么那个不蛮不讲理。儿子儿媳已经离婚，他却始终不肯相信。没有离婚，100%没有离婚，没有。他目的就是想搞垮我这个家。母亲的第3次胜诉，今日说法继续播出。看到这儿，我们不难发现，于大妈和大儿子阿明之间的矛盾，那可以说是日常家庭纠纷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2代人最初的矛盾和冲突不大，就是一些小问题、小争执，但是积年累月，多年下来，矛盾就不断升级放大。在于大妈老2口眼中，大儿子阿明与他们之间所有的矛盾，都是受到了儿媳魏红的蛊惑。这次自己贴大字报，也是因为一次争吵中，儿媳魏红的话激怒了他们。本事你就写，将情况写出来，贴出去，让整个福山人知道。大儿媳魏红是当地的一名小学教师，于大妈不止在小区张贴了指责儿媳的大字报，还去找过学校和教委的领导。学校去闹了，教委去闹了，生恩拔作的去闹了，告我妻子，能忍受得了吗？如果你的父母都像这样去贴大字报1年多，你能忍受得了吗？作为一个男人，自己的父母都搞不定，是1年多啊，每天贴大字报，侮辱、谩骂。大儿媳魏红真的像于大妈描述的那样苛待老人、不讲道理吗？当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也多次与魏红电话联系过。我们从平时的一些通话的话呢，就可以了解到他平时的话也是挺健谈的，跟我们来说的话也是挺友善的就感觉上来说的话，就不像老人家所说的这么那个蛮不讲理。针对于大妈与大儿子阿明之间的家庭矛盾，小区居委会也进行过调解，但都没有什么效果。我们调了阿婆大概4、5次来了过4、5次，有时候调到我们真的阿婆我真的调不到了，你们到那个段景那边去调一下吧。他说好啊，走了半路，他又说我没犯法，干嘛要我去派出所？又跑回来，又来闹，很顽固的一个老太婆。我说调了那么久的，就是那个调解那么久都没见过一个人，真的是这样。在周围人眼里，这对母子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于大妈自己多少存在些问题。有些真的好不讲理。我说反正每一个儿子都想自己爸妈好一点啊，但是你天天这样去告到那个教委啊、校长啊都打电话过来了解我们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儿女的关系的情况，他们家庭情况我们也很难说，是吧？看他的崽呀，媳妇都还比较很好的，是不是？他们都工作嘛。这有些事也是假的，我们看了。几番折腾后，大儿媳魏红与阿明离了婚，但于大妈却并不相信。没有离婚，100%没有离婚，没有。他这样的怀疑的话呢，是有他自己个人的意见，但是的话，我们翻查我们的那个户口底册的话，确实已经法律上已经离婚了，就已经在婚姻登记处拿了离婚证。离婚后的阿明心情非常失落，他觉得自己对不住妻子，父母这样闹只能给妻子带来麻烦，只有离婚才能让他幸福。他儿子就过来跟我们说，他跟老婆离婚，在哭，一个大男孩在这里哭。他说我没办法，我跟老婆结婚那么久，没有跟他享受过什么，只有带来麻烦。他目的就是想搞垮我这个家，现在他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说他应该是感到很高兴的了。现在我已经妻离子散。儿子阿明和儿媳妇魏红离了婚，
但于大妈母子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有丝毫的缓和。母亲埋怨儿子不照顾自己，儿子阿明说自己已经照顾了老人几个月，仁至义尽了。母子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大。后来于大妈干脆一纸诉状，把大儿子阿明告上了法庭。为什么要告他到法院呢？我写好多信放到他那个信箱，我给了1年的时间给他下那个台阶，他不肯下台阶。2014年5月28日，于大妈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自己的大儿子阿明，要求他每月支付自己600元的赡养费，另外每周回家探视自己1到2次。法院就此案進行了開庭審理。1月份就講起上啦，我而家住就去服侍佢啦，我係帶錢去買餸買菜嚟幫佢煮1日3餐。你話我係咪俾咗贍養費咧？我就唔知啦。你13年1月份至到幾時都係同原個共同生活？係佢5月份，99%都係假嘅，唔係真嘅。佢攞咗錢佢又唔肯嚟服侍我。主审案件的法官提到，从大儿子阿明在法庭上的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么多年夹在母亲与妻子之间左右为难，日子并不好过。我感觉到他其实不是说真的是那一种可能这么不孝顺或者这么忤逆的一个人，但是确实这么多年婆媳关系、家庭矛盾对他造成的一个压力，可能而且他自身的一些生活状态各方面的因素，可能也让他确实是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2014年8月4日，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张查人民法庭结合被告的收入状况，判处大儿子阿明给付母亲赡养费每月500元，每月探视老人1次。官司结束了，拿到判决，双方都没有提出上诉，但母子亲情却落到法庭相见，这一定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表面上的算我赢，实际上我没赢，这我打击很大很大。我不是傻瓜，没赢啊，他起码都1周1次啊，1个月1次我都没意见啊，他都不来。宣判之后，阿明每月将500元的赡养费通过银行转账转给于大妈，但他并不想见父母。母子2人虽然同住一个小区，相距仅100米之遥，却至今都没有见面。我还敢惹他吗？我现在还敢惹他吗？啊！我就是为了服侍他，辞了工服侍他。他原来是不是什么大病？你看他现在，你现在去看他教员去了解他，他现在到处跑都可以。2014年跟大儿子阿明的这场官司，于大妈虽然拿到了赡养费，但最终没能让儿子回到自己身边。每个月500块钱冰冷的银行转账，那绝对不是于大妈想要的。那紧接着2015年，他又为什么起诉了自己的大女儿呢？据于大妈老2口说，告大儿子阿明是因为不满意儿媳魏红的做法，而状告大女儿阿丽则与大女婿有关。主要呢，她的老公很厉害的。于大妈老2口告诉记者，大女婿早年做生意时曾得到过自己小女儿的帮助，现在大女婿生意做大了，却没有给这个家相应的回报。我那个女儿呢是深圳，她拿到我小女儿那个残次证，卖一个大商场，看了上千万，好多钱，1分钱都不给我。记者通过法院了解到，也许是不想与母亲当庭对峙，产生新的矛盾，大女儿阿丽没有参与法庭答辩，法院对此做出了缺席判决，判决大女儿每月支付于大妈赡养费500元。对于判决结果，双方均未提出上诉。赢了官司的老人是否换回了母子亲情？看不见他了，他不开门呐。一味的批评指责和谩骂对方，只能让对方产生心理伤痕。母亲的第3次胜诉，今日说法继续播出。2场官司，于大妈都拿到了胜诉判决。
那为什么到了2016年，老人要再一次将大儿子大女儿一同告上法庭呢？老两口认为，之前判决的500元赡养费并没有教育到2个子女。本次起诉他就要求，大儿子支付赡养费每个月是1300，大女儿每个月支付3800。法院根据于大妈的身体情况以及2位被告人的实际收入情况，做出了一审判决。因为原告4个子女对原告有同等的赡养义务，所以，那么我们法院这个综合考虑之后呢，就判决这个原告被告大儿子大女儿每个月向原告支付的赡养费增加至600元。拿到判决书后，2位老人相互搀扶着离开了法庭。走着走着，于大妈突然哭出声来。4年了，3场官司下来，老人虽然得到了儿女的赡养费，但母子关系从剑拔弩张到形同陌路，这一定不是他想要的结果。法庭宣判后，记者来到了2位老人家里进行采访。于大妈在与记者的交谈中提到，最近几年自己都是由小儿子小女儿照顾，尤其是自己的小女儿，虽然人在深圳工作，但时常寄各种药品营养品回来。采访过程中，于大妈接到一个电话。你还有呢？我是来了是吧？是小女儿寄回家里的快递到了。到了。80多岁的老伴儿急忙赶到楼下，搬了1整箱羊奶回来。那这里还很多呢，这里都还那么多羊奶呢，你看，都是我的小女儿寄来的，这羊奶好多。这个就是膝盖的药，那个羊奶的很多的，他又寄来。他叫我你吃多点，多吃。各式各样，什么药都有。那个药就是吃眼睛明亮的，就吃眼睛明亮的药。从这个阳台望过去，2栋楼的后面就是大儿子阿明的家。2位老人常常站在这里驻足观望。此时，他们不再是法庭上愤怒的父母，而只是2个年迈的老人，满怀着对子女的等待。这种期盼不是法院的判决结果，而是子女真心回家看看。你们有没有想过去修复父母与儿子之间的这种感情？想修复啊！我最希望的过年过节，我4个子女都到齐了给我吃饭。你80多了还能做饭给他吃吗？念，没时候都念。5月15号是世界家庭日。为此，我们今日说法栏目推出了系列节目《寻找爱的法则》。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心理矫治专业委员会的孙丽娟副主任，欢迎孙主任。你好。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啊，很典型，就是矛盾的起点是阿明结婚之后啊，这个婆婆总是觉得儿媳妇不好，把她儿子给带坏了啊，最后这矛盾就越积越深。儿子已经结婚以后，他就有了2个家庭系统，一个呢就是从小长大的叫原生家庭，第2个呢就是小夫妻俩的核心家庭。在这2个家庭系统的排序中，应该是以新的核心家庭的夫妻关系要优先于旧的原生家庭的母子关系。您这话我们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听了可不太愿意接受。对，婆婆她就老想把自己的儿女们拉回到原来原生家庭的那么一个角色和那个位置去，这样就跨越了一个家庭的边界，就非常容易引发家庭的冲突与混乱。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总结出今天我们的第1条爱的法则，那就是爱有秩序，新关系要优于旧关系。于大妈和阿明之间有了这个冲突矛盾之后，于大妈的反应是在小区里贴大字报，
就让天下人都知道他的儿子儿媳妇对他怎么不好，怎么不孝。我们讲，一味的批评指责和谩骂对方，只能让对方产生心理伤痕，拉大亲子关系之间的距离。特别是用这种公开的揭短，让对方颜面尽失以后，他会增加他心里的那种不满、怨恨与愤怒，也就是心理伤痕会越深，那么修复的难度也越大。比如说，想要让一个人脱掉外套，你是用太阳晒的方式好呢，还是用北风吹的方式好？那答案自然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因此呢，父母呢最好做温暖的太阳，而不是做那种寒冷的北风。要用自己的慈爱去唤醒儿女们对父母的关爱。好，那我们也找到了今天的第2条爱的法则。爱要用爱来维系，不能靠指责、批评来换回。我们也看看这个案件当中的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点，就是当矛盾升级到了闹到法庭的时候，阿明虽然服从了法院的判决，每个月有500块钱的这个赡养费，但是哪怕离的100米之遥，不管离多近吧，他就是不回来看父母。那么这个阿明呢，其实这时候呢，我觉得应该呢，他要用一个就是父母既是生他的养他的这种感恩之心，尝试着去理解接纳自己的父母。在此基础上呢，阿明要常回家看看，这时候就会出现曝光效应，也就是增加呢见面的次数，就会增加彼此的好感。那么另外呢，这个交往呢也遵循一种互惠双赢的这个原则。这个互惠呢不单只是一种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比方说儿子经常回家一声简单的问候，一次呢耐心的聆听，一个善意的微笑，就这样在播撒与传递爱的互动的过程中，就会激活爱的活力，让家庭和谐和温馨。好，那我们又找到了今天第3条爱的法则：爱要有来有往，才能促进爱的流动。只有用爱的呵护，以爱滋养，才能为爱保鲜。同时，家庭是一个互联互通的爱的生态，家庭成员之间你来我往，彼此沟通，才能为爱注入活性，促进爱的流动。大龄青年娶妻后，家庭战争不断。就这样拿手一这样抓嘛，有时候抓耳朵，有时候刮这里。那这女的我也不可能还手打她。看我老妈不对，让我老妈消泡。婆媳多年积怨，为何事一触即发？我找个人呢，昨日吃饭我你怎么办？我拿你判断。那个香啊，拜肉啊，那就起来骂那个家婆啊。屋外龙眼树下，简单的报复竟酿成悲剧。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就这样走。就是说，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教训他一下。虽然他表达了愤怒，但是他跟婆婆家的关系是永远无法修复的。龙眼树下的对峙，今日说法即将播出。黄金分割法则让钢筋水泥化身城市风景，3分构图法则让斑驳光影定格永恒瞬间，阻力最小法则让勇者劈波斩浪，突破极限，海恩法则让医生精准治疗，救死扶伤。爱或许没有唯一公式，却需要对的方式。2017世界家庭日，今日说法邀您寻找爱的法则。2015年10月13日傍晚，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南木镇卫生院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电话里说，在古望村村头老黄家的门口有一个女人昏迷不醒。天黑应该是7点钟左右，然后呢，我们接到那个求救电话，就马上赶到这来了。然后呢，来到这里呢，就是发现一名妇女，就是坐在树根底下。就是在那个龙眼树底下，
当时身上就是有多处的那个勒痕。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警察还在勘察现场，派出所就来了一个要投案自首的女人，她叫王丽清，58岁，楠木镇本地人。她跟派出所里的警察说，是她将自己的儿媳妇绑在了树上，并且把她给打了。那么，她为何将自己的儿媳妇绑到了树上？婆媳之间究竟有着怎样难解的矛盾？事情要从2年前的一次相亲说起。桂平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当地居民朴实敦厚，传统观念也比较强。27岁的黄恩元已经算是村子里的大龄青年，找媳妇成了一家人最关注的问题。我妈就说明天嘛有媒婆带个女孩子了嘛。黄恩元的母亲就是到派出所自首的王丽清，她的2个女儿已经嫁到外地，只剩下身边的小儿子让她为婚事发愁。2013年10月，黄恩元和母亲总算盼来了相亲对象。介绍人说，女孩姓何，1985年出生。轻轻的跑的一样的，脚的都是，我都说这个人，应该不合适的。你对这个女孩是没有抱太多好感？我就认为这个人不踏实，不是在这里强就的这个人，我就认为是这样的。黄恩元的父亲并不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相亲。虽说儿子的婚事已迫在眉睫，可这个姓何的姑娘确实有点入不了眼。可回头一问儿子，他却对这个姑娘情有独钟。你觉得喜欢吗？有一点嘛。那你喜欢她哪个地方？就喜欢她说话直爽，什么就。儿子既然喜欢，父母也就默许了。此后的半个月里，2人时常去镇上的广场和公园约会，这让没有多少恋爱经验的黄恩元十分开心。就在广场这里，公园这里逛，随便逛逛，坐一下聊一下天嘛，就有点高兴。初尝爱情的甜蜜，让老实木讷的黄恩元有了结婚的冲动。在一次约会之后，黄恩元对女孩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女孩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那时候我家里刚起房子嘛，他就想找个自己有个房子的那种人家嘛，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的，反正他就这样跟我说。突然降临的幸福让黄恩元充满了对生活的憧憬，本以为这样的感觉会一直持续下去，可临到2人办理结婚登记时，问题来了，女孩竟然不是姓何，而是姓黄，叫黄文娟。如果当时我记得他姓王的，我肯定不要，我不叫我儿子要的。为什么？一般农村的话，一般同姓的，一般都不允许的嘛，就这样的嘛。当地有一种说法，同姓人结婚会影响运势，这当然是老旧思想。但是黄恩元家人很介意这一点。如果说黄文娟的刻意隐瞒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后来一查，在她的年龄上也有假，一直声称自己是1985年出生的她，其实是1981年生人，竟然比黄恩元还大1岁，这让黄恩元的家人非常不满。但是母亲王丽清看到儿子对黄文娟痴情不改，也就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让他们登记结婚了。本想着结了婚就好了，可没想到这仅仅是矛盾的起点。我妈说那个办喜酒可能要迟一点才能办，现在没什么钱。他就好像不怎么高兴一样那种。你怎么看呢？你怎么觉得不高兴？他一下子那个脸就鼓起来了，那个。隐瞒姓氏年龄，这让黄恩元一家又重新认识了黄文娟，而那之后的经历对于黄恩元来说那就是噩梦。因为结婚没有彩礼，黄文娟第一次动手打了黄恩元。就这样拿手一这样抓嘛，有时候抓耳朵，有时候刮这里。那这女的我也不可能还手打她。黄恩元总在想，挨了妻子打不还手，是因为自己是个男人。
小两口的日子还是要继续下去。然而一段时间后，黄文娟竟然领回家一个孩子，这让婆婆王丽清坐不住了。到後尾咧，攞到2餐嚟啦，我煮晏嚟，煮晏等你留低食飯嚟，又佢要翻某個度，要佢等嘢。佢講唔係我細路個，我弄個，佢講等你。这时，婆婆王丽清才知道，原来儿媳妇已经结过一次婚，并和前夫钟强有了一个15岁的儿子，随他生活。而且黄文娟现在已经上了节育环，并不打算再生。佢帶有玩噶，帶有玩啊？你唔會帶冇間，佢帶有玩過。对。谎报姓氏和年龄，隐瞒自己有过婚育。黄文娟的这些欺骗行为，让王丽清一家人虽心存芥蒂，但都忍了下来。然而，2014年5月份的一件事情，让王丽清觉得必须要让儿子做个抉择。我奶奶在那烧水，就差不多5点多了。她老了嘛，她里面的厨房又黑，她就把灯打开，我老婆就在那里放水，她就说我奶奶嘛，她说那么早就打开个灯，那么热，她就把那灯关了，我婆婆就说了她2句，我也不知道他们2个吵什么，就打起来了。黄文元的奶奶因为开灯的事情跟黄文娟发生了口角，便翻出了黄文娟曾经嫁过人、生过孩子的事情。不料这些话激怒了黄文娟。太婆在4那年，她也拿那个棒酒啊，把那个太婆啊，就那个脸啊，哇，这么多，红了7斤。家里老人被打，周围邻居议论着孙媳妇的不孝，正观望着老黄家将如何收拾。没想到将老人打伤的黄文娟竟提出让老人向她道歉。他我老妈不对，让我老妈消泡，消他都在他家里，有这样的讲法的。不仅要上门道歉，还要放着鞭炮让整个村子都知道。这种当地道歉的大礼，黄文元一家竟意外地选择了忍耐和顺从，让80多岁的老人带着还没有愈合的伤口向30岁出头的孙媳妇道了歉。从此一家人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我也不想说他了，反正一说他又在那里闹嘛，我就怕他在那里闹个不停嘛。他闹的话会怎么闹？闹的话，他把东西全部砸了，把那个锅啊砸了，饭也砸了，我就怕他这样闹嘛。所以我就没说了。选择忍耐。是啊。那你觉得忍耐能解决问题吗？80多岁的奶奶直到去世也没有再和孙媳妇说过一句话。经过这件事情以后，黄文娟和这一家人，尤其是和婆婆的关系开始走向恶化。平日里，黄文娟除了言语上的辱骂，还扔掉家里寥寥的家具，甚至焚燒婆婆的衣服。到後尾咧就開始壓我啲家具咯，啲女啲阿批又唔係阿批，啲阿批又唔係阿批。往外扔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没有阻止他吗？我阻止不到，佢總係將我咪做啲全部丟啊。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时间长了，强势的儿媳妇和受气的婆婆，这些茶余饭后的话题，让村子里几乎都人尽皆知了。凶啊，反正扔东西啦，那个这个单车啊，那个煤气罐啊，什么东西都扔在那外面，他们都叫我们过来看，因为他所作所为，每做每一件事都令人很愤恨。因为黄恩元工作的原因，两口子搬到镇上租房子住了。婆婆王丽清以为可以享几天清静，可隔三差五的儿媳妇还是会回家折腾一番。而最让她受不了的是，黄文娟每逢初一和15就回到家中烧香咒骂王丽清。那个对家婆啊，回来那个床铺对那个钟那个香啊拜咒啊，那就起来骂那个
家婆啊，一样啊。就点香。他那个点香，我们都戒了吧。对当地的村民来说，给活着的人焚香烧纸是最恶毒的一种侮辱。可这一家老少对于黄文娟的这种行为完全没有办法，除了忍耐，就只剩下叹息了。从过门就没对你好过。佢哋一直都係教我窮閪。婆家人口中的恶媳妇，在另一个人眼中却别有模样。他对你好的时候，他有什么都可以给你。要是争吵的话、吵架的话，那肯定也是为了钱。到底是为了钱，还是为了一口气？普通矛盾升级，婆媳阴阳两隔。是长时间的限制了，它是体内的就缺氧。我们法医术语就是异常体位窒息。龙眼树下的对峙，今日说法继续播出。婆家和邻居们口中的黄文娟脾气暴躁，心肠恶毒，婆家人老老少少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那么黄文娟真的就如他们所言吗？我们的记者找到了她的前夫，那个10几年前和她一起生活过的男人。通过他，我们能否找到不一样的黄文娟呢？他对他父母的态度，就比如说会骂他爸妈吗？会冲他们吼吗？不会，他老妈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老爸跟他奶奶一起带大他的。他对他奶奶怎么样？还是可以的。那回去的那个衣服啊，什么都是他洗的，做饭什么做好饭了叫他奶奶吃。他就是黄文娟的前夫钟强，在镇上骑摩托拉活为生。通过他，我们了解到另一种形象的黄文娟。她的现任丈夫黄恩元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说法。原来还带你去治过病，就治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怕冷，还有去检查也检查不了，检查不出来。那在你看病的时候，他对你的照顾怎么样？还可以。一边是婆家人心中的恶魔，一边是两任丈夫口中的体贴媳妇。那么黄文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又是什么让她产生如此变化？家里很穷的，我听说。以前那个住那个都是那个毛坯房的，也是他到那里的，他才拿钱过去起那个房子。出了多少你知道吗？反正他现在的老公他就承认了6万多块钱。要是争吵的话、吵架的话，那肯定也是为了钱。从前夫钟强口中了解到，现任丈夫黄恩元家中盖房子那会儿，黄文娟曾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助过他。婚后双方发生矛盾后，婆婆王丽清希望儿子离婚。知道这一消息以后，暴怒的黄文娟要求还钱加赔偿。他有几万块钱嘛，就拿了1万多块钱来还了点债嘛。他叫我把那钱拿回给他，还要我们赔2、3万给他。他说，黄恩元承认曾经从黄文娟那里拿过钱，只是家中刚刚盖起了平房，没有钱可以还给黄文娟，更别说赔偿了。后来黄文娟慢慢由要钱变成打骂了。他对你好的时候，他有什么都可以给你。如果你那些人对不住他的话，你拿了他的话，你对他不好的话，他怎么样他都要得回来的。王丽清的女儿们和丈夫都在外地打工，儿子也拿黄文娟一点办法都没有。到了2015年9月份，无计可施的王丽清带着儿子去找律师，准备起诉离婚。大概要3個月嘅，你快聽候通知的。婆婆和丈夫为了离婚去找了律师。听闻这一消息，黄文娟怒不可遏。2015年9月25日，黄文娟回到婆婆王丽清家中，趁婆婆不在家，再次扔掉了家具。扔完家具的2天后是农历的8月15，也是黄文娟必定会回家给婆婆烧香的日子。这一次，王丽清没有选择避让，而是在家中与儿媳妇进行了正面交锋，一把抓住黄文娟，
要求他把扔掉的家具买回来。这是黄文娟第一次遇到来自婆婆的反抗。黄文娟抓起王丽清的手就咬了下去，把那块皮咬到，把那个皮都脱出来了，他就还没有解气，没有解气的就跑到厨房里面拿那把菜刀想把我妈妈砍了。惨叫声、咒骂声瞬间惊扰了四邻。很快，在邻村的黄恩元也听说了家中的争吵，赶忙跑了回去。看他们还在那里，我就过去把他刀抢了，就把那刀扔了。王丽清和家人再一次选择了沉默和忍耐，不敢也不想找办法修补这段婆媳关系。对你弟弟也不表态，也没有训过他，也没有做任何的其他事情。因为他可能是给我弟媳打到怕了，我们一直就是忍，叫我妈忍，就造成这样的。王丽清一家人希望依靠忍耐来成全儿子的婚姻，可是黄文娟的破坏行为却没有停止。2015年10月12日下午，黄文娟再一次回到王丽清家中，将厨房里的液化气、炉具、油盐等厨房用品丢到了屋外不远处的水塘里，还将王丽清的自行车也扔了进去。但是我搬回去，老人所有嘅嘢全部搬埋嚟一張圖邊。邻居提议陪同王丽清找回被扔的家具，王丽清拒绝了，她要留下证据，等黄文娟回来后跟她理论。我找嘅人咧，初一10班我話你在麻煩，我拿你判斷。第二天，也就是农历9月初1下午3点多，黄文娟到了婆婆家，还没进门就开始烧香。王丽清试图拦住她，却被黄文娟一把推倒在地。王丽清的大女儿当天正好回家，在村头公交车站遇到了正被母亲和邻居追赶的黄文娟。然后我妈看到我，她就叫我，叫停她，拦住她。在大女儿和邻居的帮助下，王丽清将黄文娟绑在了自家屋外的那棵龙眼树下。被绑在树上的黄文娟虽然不能行动，但还在继续和婆婆对骂。想起几年来所受的遭遇，气不过的王丽清拾起了一根竹棍，打这个脚这里啊。面对绑在龙眼树下的儿媳黄文娟，王丽清发泄着自己几年来压抑的愤怒。为了报复儿媳一次次扔掉自己的东西，她将黄文娟留在家里的床铺和衣服全扔了出来。阿是太白出來了，我噶，但我又搬你呢上咗嚟丟吧，睇過你有嗰啲咁少我噶。案發當天，王丽清的小女兒原本計劃乘坐高鐵趕回廣東上班，在接到母親打來的電話後，她也從高鐵站趕回了家。看到我的弟媳還在罵出口，罵我媽媽他們，這麼一惱火了，我就撿起這個棍子來打了她幾下。我也只是一時的衝動，也沒有想到後果。經歷了這些以後，黃文娟慢慢安靜了下來。受傷的王麗清也在大女兒的陪同下去南木鎮衛生院處理傷口，剩下小女兒看管已經不怎麼說話的黃文娟。我還以為是她是暈了，我就回來把那個糖水調一點那個糖水給他喝，然後就打120。束手無策的王麗清去了派出所，那碗糖水終究也沒能讓黃文娟醒過來。直到120的急救車到達，黃家人才知道出了人命。怎麼也不會想到他就這樣走，就是說我們的目的也就是教訓他一下，也不是說往死裏打，如果往死裏打的話也不會打他那個腳。王麗清母女3人只是想發洩一下怨氣，怎麼也想不到只是在他小腿和腳上抽打幾下，怎麼就能把一條命給打沒了呢？這個呼吸啊，要靠這個胸肌、腹肌還有這個膈肌的運動啊，它才能夠完成這個呼吸的過程。如果他長時間的固定完以後呢，那就呼吸不了了。還有一個就是他以這個繩子啊綁住胸部的起伏啊，他這個運動啊就已經受到限制了，而且是長時間的限制了，那他是體內的都缺氧啊，
我们法医术语就是异常体位窒息。现在开庭，法院从被告人到庭。王立清及其2个女儿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6年6月23日，桂平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3被告人他没有故意伤害的这种故意在里面，所以说我们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这个故意伤害罪是不成立的。至于为什么判定他是犯非法拘禁罪呢？首先他是有非法拘禁的故意，而且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个就符合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构成。2016年11月21日，桂平市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王立清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王立清大女儿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王立清小女儿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直到现在，也许包含不幸的死者在内，所有的当事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事情就走到了不可挽回的局面？丢掉的家具可以再买回来，曾经娶进门的媳妇却再也回不来了。好，今天呢，我们继续515世界家庭日系列节目《寻找爱的法则》。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马成老师。马老师，您看这个案例哈，我们说婆媳之间经常闹矛盾，这很常见，但是婆媳之间闹矛盾闹出人命的这还真不多。其实这个事儿呢，从一开始相亲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是因为女方隐瞒了她的年龄啊、姓名啊，甚至婚史什么的哈。这就是我今天想跟您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哈。您看。就是男方已经得知被欺骗，但是呢，他没有做沟通，还匆忙结婚。您觉得他这么做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个男士能够在这个女士第一次欺骗他的时候，就多去了解一下这个女士欺骗他的原因，多给彼此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一下对方的性格，那可能就不会对婚后发生了这么多问题去埋下隐患。所以我们说，在结婚之前，通过互相的沟通去达到一个彼此的坦白。那么当这个女士对他完全坦白的时候，可能他需要面对的就是我能不能接受这个女士全部的过去。当我能够全面的去接受和包容她的时候，这个婚姻建立的基础就是彼此的信任，那么就不会发生后面那么多的问题。结婚之前问题就没有解决好，所以为后来埋下了隐患。这也是我们今天总结出的第一条爱的法则啊，是什么呢？就是婚前的欺骗是婚后的隐患。那再来跟您说第二个问题哈，就是结婚之后，这个儿媳妇呢发现自己这个盖房子出的钱要不回来了，于是她就想到要报复这个婆家。她干什么呢？就是她用暴力来表达对婆家的不满。她用的这种方式有一个结果，就是虽然她表达了愤怒，但是她跟婆婆家的关系是永远无法修复的。所以我们说，表达愤怒一定要用正确的方式。什么方式呢？就是我可以宣泄我不满的情绪，但是我不要去批判、指责、攻击对方。好的，子女和双方父母间的关系，我认为一定要立足于礼。这个礼是指什么？是我们一定要在交往的过程中，要给彼此对方一个尊重、一个关心、一个爱护，双方的家庭都会各得其所，也会建立起来一个很清晰的边界，告诉我们，我也不要去干涉你的生活，然后你也不要来攻击我的生活。你怎么表达不满，这个是很有这个学问在里面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呢总结出的第二条爱的法则哈，就是好的亲密关系立足于礼。那我们再来说，儿媳妇呢是一再采用暴力的方式来沟通。那婆婆她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呢？婆婆是一再忍让。这到最后发展成一出悲剧。我们说婆婆的忍让哈，我也能理解，为了什么？为了成全儿子这个婚姻，因为儿子很爱他的妻子。但是当他逃避的时候，当他忍让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只会越积越多，导致我们最后这个悲剧的发生。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说幸福的婚姻需要彼此包容，但是我理解的包容哈，是对说这个妻子的缺点或者说她的不足的一种包容，我能够接受她，但并不是对所有错误的包容。对错误的包容是一种放纵。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条爱的法则哈。我们来看，那就是妥协往往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3条爱的法则。婚姻容不下谎言，
忠诚与信任是婚姻的基石，要学会在家庭里彼此以礼相待，才能让亲密关系更加融洽。家庭成员以牺牲妥协的方式换来的，只能是一时的家庭宁静。女儿突然晕倒在庭审现场，亲生父母竟然无动于衷。都笑了，看指甲过人都晕倒了，还不知道咱开马路呢。晕倒了，装还是装的呢？女儿婚后，父亲为何频繁造访女儿家中？他没打过电话，只是我打给他。还有各种理由说让我问我婆婆要钱。父女间的矛盾究竟该如何化解？是否能寻到有效的法则？你死我都不去说。亲子关系是指向分离的，但是婚恋情感关系是指向聚合的。父亲的面子，今日说法即将播出。黄金分割法则让钢筋水泥化身城市风景。3分构图法则让斑驳光影定格永恒瞬间。阻力最小法则让勇者劈波斩浪，突破极限。海恩法则让医生精准治疗，救死扶伤。爱或许没有唯一公式，却需要对的方式。2017世界家庭日，今日说法邀您寻找爱的法则。2016年5月28日，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法院清湖法庭正在审理一起民事纠纷案件。在庭审过程中，被告突然晕倒在法庭上。讲讲可能他就联想到当时的事情现场了，一下就昏死过去了。那个被告就直接就从那个被告席上面就倒下去了，倒到台下去了。然后我吓一跳，我赶紧起来看，然后当时就不省人事那种。被告的突然晕倒让在场的很多人措手不及，庭审也无法继续进行。我一看到这种情况，我条件反射就出去喊人了，然后我就是希望那个人来帮忙打个110，打个救护车之类的。对，我虽然是被告是我的对立面，但是我毕竟作为女同志嘛哈，我们当时都跑过去了，包括法官、庭长啊、书记啊都过去了。被告席这边一片混乱，与之相反，作为原告的那对老夫妇平静地坐在原处，仿佛眼前的一切与自己毫无关系，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在演戏。晕倒了，装还是装的呢？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刚刚法庭上突然晕倒的人名叫赵玲，是这场诉讼的被告。而在他晕倒之后，说他演戏的那对老夫妇是他的亲生父母，也是这场诉讼的原告。亲生父母为何会对女儿的晕倒无动于衷呢？他们的关系究竟又为何僵化到如此的地步？父母与女儿之间竟然会如此冷漠，这让现场的很多人都很诧异。我们这些就是陌生的人啊，都很担心，都很牵挂，说伸出援手。我说你亲生母亲你就这样。都笑了，看指甲过人都晕倒了，还不知道咱开马路呢。据法院工作人员介绍，女儿赵玲是在做被告人陈述时过于悲痛才晕倒的。我是被他气的，他说的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回事，他在那里颠倒是非，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能说得出来。装是吧？就是装。那你从哪能看出他是装的？哎呀，他完全是装。你都不问他事也没有事，他是装。他是这样的人吗？是。如今父女间的矛盾似乎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但透过父女双方受访时的话语，可以发现他们之间也曾有过温暖的回忆。小时候也蛮听话的，男孩蛮比较生气，他比较小时候比较温顺，蛮听话。有的时候会说，别人买什么你就买吧。据父亲赵刚讲述，他和妻子还育有一个儿子，但相对于淘气的儿子，他更偏疼于温顺的女儿，甚至在女儿读初中时，把她送到了县里最好的私立学校读书，年收入的2/3都给女儿交了学费。有时候我对他是，就说惯他，老百姓说惯他，简直都无法形容了，就搁嘴里喊都怕牙刮着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
他想怎么就怎么。人家说重男轻女啊，搁我眼里我是重女轻男。在赵玲的记忆中，父亲赵刚虽然脾气暴躁，在家中也经常动手，但很少会打自己。以前就记得小的时候，他经常打我妈。打你吗？很少。既然彼此都觉得对方还不错，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对父女对簿公堂呢？这所有的矛盾都是从女儿谈恋爱时开始的。那个小孩我了解了，我后来我打听上，谁都管不了的人，那我看不中。赵刚说，女儿赵玲自由恋爱之后，经常在男友家住，很少回家。直到女儿赵玲怀孕后，两家才开始谈婚论嫁，但第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父亲赵刚认为男方在态度上礼数不周，自己和老伴儿丝毫感受不到对方的诚意。我说哪有这个事？人家看完人来接个礼物，对不对？这个很正常，俺这个亲戚成了啊，都没有意见，两下都没有意见了，来俺得接个礼物，对不对哈？按照当地的习俗，儿女亲家第一次见面都会买些糕点和喜糖，双方都觉得满意，男方会包一个手巾，里面放上一些钱作为见面礼。女方家长接过手巾后才算正式定亲，但女儿男友大海一家并没有这些举动。啊，什么也不给，这都这样，空手都回来了。我说这也瞧不起啊，这小孩呢，一看人都瞧不起你这家人，也没有眼子哪个你。回来呢，后天还搬家滚呢，又带走了，带他家去。哎，你说这叫什么的？这就是瞧不起你啊！赵刚夫妇认为男方不重视自己的家庭，将来更不会重视自己的女儿，就尝试与女儿赵玲沟通，让女儿放弃这段恋情，但结果并不尽乎人意。哪里看清啊？对不对？这第一步都哪里看清啊？我说哎呀，这个不行哦，你别怨呀，那也谈好了，也非怨不中啊，你怨呗，那也不问你了。这次不愉快的见面后，因父亲赵刚的不满，结婚的事情一直拖着，直到女儿赵玲面临分娩，着急回家拿户口本办理结婚。赵玲这次是自己回的娘家，男友大海因为工作忙没能陪她一起。我得把我给人家送去，哎呀，这样理解我自己去拿，他调理了，说我没跟一起去。你就叫俺家滚，你自己来家，我肯定不给你。你那太看清了，你家人那都看清，你就是瞧不起。而在女儿赵玲看来，父亲所有的不满都只是借口，追其根由还是因为一个钱字。他觉得我跟我对象定亲的时候给的彩礼太少。后来你们给了他多少钱？前几年定亲的时候是给了2万1，后来他嫌太少。父亲赵刚说，他主要是跟男方家生气，不给女儿户口本，其实还是心疼女儿，并且想借这次机会在准女婿面前树立自己的权威。挺个肚子，自己骑个摩托车来了。我说他家还有小车，为什么你自己骑个摩托车来？那没完路，你家有小车，你为什么不两人开小车上家来？赵玲沮丧地回到男友家，诉说了事情的经过。男友父母见状，便摆了一桌酒席，让2个孩子给赵玲的父亲道歉。赵刚这才觉得在女婿面前找回了面子。在同桌上这么多人也承认错误了，以后好好对我了。哎，看亲戚来面子，我都放他一马，算了。接受赵玲和男友的道歉后，赵刚同意拿出户口本，让女儿赵玲登记结婚。但此事过后，赵玲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再回娘家，直到孩子出生，女儿女婿才来到家里给赵刚报喜。哎，报喜了，那就我得个外孙子呗，啊，这喜事，啊，喜事俺都讲好话说了，哎，一天今天也不谈了，对不对？就过去了。伴着外孙出生的喜悦，父女关系有了些许缓和。
赵刚更是在外孙办百天宴时，领着众多亲戚朋友送上祝福，买衣服、买玩具、送见面礼，别人能做到的，他一样也没落下。给小孩买车子，买了3辆车子，给外甥了，买个金锁，买了鸡蛋，买了小孩买的衣服，给小孩见面礼，这都是老一套。就是他知道他有外孙以后，他很高兴，然后家里又穷呢，没有钱呢，他就去工地上给人干的那个工活，就是拉钢筋那种。然后呢，他挣了2000多块钱，他就说给那个外孙啊打一个金首饰。父女关系的缓和并没有给赵玲带来喜悦，相反，她说自己越来越发愁。他又有各种理由说让我跟我婆婆要钱，也不是说特别好声好气的说，就直接吼着跟我说的。我要人家钱干什么？我又不是卖过女的，我凭什么要人家钱？原本缓和的父女关系，为何又再次崩裂？打一花盆，他怎么办？他报警。我也不想看见他像无赖的一样，就待在我家门口。亲生女儿为何不愿回家看望父亲？我如果回家的话，那自来嘛。就他那种人，有暴力倾向，谁敢去啊？他怕以后这个他哥就是他的累赘，他就是想远走高飞。父亲的面子，今日说法继续播出。事情发展到这里，不难看出父女之间的矛盾是互不理解。父亲赵刚觉得女儿赵玲结婚以后就跟女婿大海一条心，做事不给自己留面子，而女儿赵玲则认为好面子只是父亲的借口，父亲本质上还是嫌结婚的时候婆家给的礼金太少，想要更多的钱。尽管外孙的出事让赵刚与女儿之间的关系稍有缓和，但双方的心结并没有真正的解开。终于，双方的矛盾在赵刚又一次来女儿家串门的时候爆发了。一次，父亲赵刚和亲家通电话，说要去家里坐坐。亲家答正在外面忙，忙完就往家赶。挂了电话之后，赵刚就带了2个亲戚提前到达了女儿家中。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串门竟会带来一场冲突。他到楼梯的1/2的时候都看到我了，看到我第一句说什么？哎呦，就该我一声，什么没叫。见面后，父亲赵刚认为女婿大海没有跟自己打招呼是对自己的不尊重，而女儿赵玲则认为婆家对父亲赵刚的礼节已经相当周到，她只是在鸡蛋里挑骨头。那正好一来了，我这就那就上饭店吃饭，正好都11点钟了，你知道吗？然后就不行了。女婿大海当时缓和了一下现场气氛，提出请赵刚等人出去吃午饭。但赵刚认为自己的面子还没找回来。我这个火都来了，你上来不来火？你看我这面子，你丢死丢不死？朝哪个这脸上哪个？那你家闺女是怎么的这样啊？对待旁人这样吗？对待你老丈人也这样，对不对？人家不笑话我吗？他就是那种暴力倾向，那种很极端的人，那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说的。对于带着亲戚来女儿家的赵刚来说，女婿并不热情的待客方式，无疑让他失了面子，而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挽回自己的面子。我来火，我生气了，一个花盆给我爆水了，旁弄还没砸一点，就一个花盆，就他楼顶他玻璃我都没拐一点。到我这地方3番5次打我东西。此时赵刚气不打一处来，而女儿赵玲接下来的举动更是点燃了他心中的怒火。这我给气的，我一水，你说他怎么办？俺家闺女上，他怎么办？报警。当时那种情况，你让我怎么办？那我肯定要报警，让警官来证实一下，我没有打他呀。他报警怎么说呢？他说来了4个人，说我也不认识，说到俺家都砸东西。女儿赵玲说，父亲赵刚开始摔东西时，自己也曾尝试与父亲沟通，但父亲什么也听不进去，自己只能报警。警察到达后，父亲赵刚躺在了地上。把我地上一躺，不起来，就说人家打他了，人家揍他了，就在他不起来，他又照他倚老卖老，在家睡地上喽，赖我了。你说有这样做家长的吗？我只是拉他一下胳膊，让他去吃饭，他就说我揍他了呀。在女儿女婿看来，父亲赵刚的举动完全是无理取闹，
而在父亲赵刚看来，女儿报警则是不近人情。而后来女婿对自己身份的否认，更是让赵刚在外人面前颜面尽失。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他老丈人，他是我女婿。你看俺家女婿说什么吧？天哪，谁是你女婿啊？张口就骂我，谁是你女婿？不承认了，不是我女婿说。我也不想看见他像无赖了一样，就待在我家门口。时至今日，父女关系仍然陷在僵局。你该来你来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来？我不可能去了。让你感觉比那个战场上那个敌人还要敌人。岌岌可危的父女关系能否重新缓和？没有来看望我一次，也没来。也可以哭，可以流眼泪，然后可以拥抱，可以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父亲的面子，今日说法继续播出。串亲戚变成了闹事砸东西，而且还惊动了警察，这是当初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次不愉快的冲突之后，女儿赵玲对父亲赵刚彻底失望，她不想再与父亲有任何交集，既不回家看望父亲，也不接听父亲打来的电话。父女间以往堆积的矛盾也再次显露。借着这次报警的导火索，父亲赵刚则一怒之下将女儿赵玲告上了法庭。有一天，我正在负责立案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那个看样子吧，像是老人，那个头发有点白，然后驼着背，过来嚷嚷着要起诉他女儿。他当时很气愤。过两天我女儿当时那天咱还说什么，你死我都不去说我这话，所以说我才起诉的。他怕我家是他一个负担，是他个累赘。赵刚说，他起诉女儿赵玲是因为赵玲对自己不孝顺，从来不回家看望自己，甚至连电话也不给他打。也不打电话，从来不打电话。我打电话他还不接，都能打10几遍他不接。他一打电话，他也不是说他一打电话来，我也接了。我就跟他就跟我说了几句，反正基本上你要是说多了说几句话，说不定哪句话不中他意了，就生气了。赵刚在起诉书中写道，女儿赵玲自婚后就对自己不管不问，没有照顾过自己的生活，也未曾给过赡养费。自己曾多次找人从中说话，希望赵玲能常回家看看，但赵玲都置之不理，不愿意尽赡养义务。说那过完年春节了，这春暖花开了，我说你春天暖和，你来过来看看，也不打电话。到时候逢年过节，打个比方说，你那个我们就不回去，我逢年过节一会儿没事，你打个电话过来。真是抽不出来时间了，那你也有情可原，人家父母能包容，天天忙孩子嘛。赵刚说，自己和妻子共生育2个子女，长子因患有骨坏死被鉴定为2级残疾人，自己因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被鉴定为残疾人，妻子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基本无劳动能力，生活来源仅靠低保收入。女儿赵玲就是因为家庭负担太重，才不想跟自己来往的。他怕以后他哥就是他的累赘，他就是想远走高飞。后来我说你是想远走高飞，离开这个穷家，不问那个事不治伤。法院在对双方关系进行调解时，无论是父亲还是女儿，似乎都没有和解的意愿。你该来你来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来？我不想听到父母赡养4个字，我对他没有义务。他已经严重伤害我的心灵，我对他没有任何义务，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父亲赵刚在起诉女儿赵玲时有2个诉求，其一，要求女儿赵玲履行赡养义务；其二，要求赵玲每月支付自己1000元赡养费。2016年5月28日，江苏省东海县人民法院清湖法庭结合实际情况对该案进行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自2016年6月起，每月探望原告2次；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决，是因为赵刚夫妇只有53岁，还没有达到享有子女赡养费的年龄。
而且赵刚夫妇有足以为生的劳动收入。不到60岁，儿女不负赡养费。我说那我这个残疾人呢，没有劳动能力，也得到60岁啊。2个原告啊，他们没有达到就是老年人这个60岁，这是其一。其二呢，从开庭上讲，就是几层楼房嘛，另外就承包了20亩地，就是不低于当地生活水准，还是不错的家庭条件。我们最终判决，那么的话，就对于他要求支付赡养费是不能支持。赵刚以为每月探望原告一次的判决结果会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但2016年5月判决之后，女儿赵玲却不曾上门探望过自己。没有来看望我一次，也没来。我不可能去了。针锋相对的，就是让你感觉比那个战场上那个敌人还要敌人，就是说这种矛盾好像是不可调和的。父女双方都如此坚决的态度，似乎让事情陷入了困境。法官最初的设想似乎并没有如愿。我的意见是，你断绝关系，法律能给我断绝关系，我可1分钱不问他要，叫他改名换姓。所以我现在我已经对他真的我太恨他了。你说你强制他，你如何强制把他绑去看他父母，每个月绑去一次？这好像效果还不如他不看的好，那更加剧矛盾，更就是说加深这种父女之间的这种隔阂。2017年4月，记者再次到女儿赵玲家采访，得知赵玲已经怀上了第2胎，跟丈夫大海在外面做点小生意，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平静，自己并不愿意被打破。父亲赵刚已经很久没打过电话，也没来过家里。我觉得没有他打扰，我现在生活挺好。我们现在就我们2个人在这边，反正就是做点小生意吧，反正口吃口喝的养活孩子，就想着安静一点，自己过自己日子吧，以后赚点钱把孩子养好就行了。我还能再这么做，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我给他骂到那样了，还叫我怎么做？经过这一番折腾，父亲赵刚看上去老了许多，做农活时身子更弯得厉害。他也不清楚，最初想挣一个面子，怎么到后来竟然失去了一个女儿。好，今天我们继续世界家庭日寻找爱的法则系列节目。今天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董老师，我们来看哈，自打女儿这个恋爱之后，这个父女之间的矛盾就开始了。首先，这个亲家的第一次见面，父亲就很不满意，觉得对方呢礼数不周，所以他就阻止这个女儿不要和他恋爱。但是女儿呢就是不同意。您怎么看父亲的这种行为？我们更愿意把父亲对这个婚姻的阻止，包括恋爱的反对啊，还有对这个彩礼的一些挑剔啊，看作一种分离焦虑。我们知道啊，就是亲子关系是指向分离的。但是婚恋情感关系是指向聚合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呢，这个父母潜意识里总是不愿意放手，可是子女呢是倾向于独立和出去的，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造成矛盾。你看我们那个在这个婚礼过程当中，不是有这个彩礼聘礼吗？其实也是缓解这个分离焦虑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大家能从这个方面多去互相理解，要能意识到分手其实是一种最好的爱和选择，特别是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这也是我们今天总结出来的第1条爱的法则，是什么呢？就是会放手的关系更亲密。那我们再来说，女儿结婚之后，这个父亲的不满好像就更多了，觉得女儿呢跟自己不一条心，反而跟这个女婿啊一块儿拿自己不当回事儿。所以他生气的时候呢，会到女儿家里去摔东西，然后女儿报了警，而且报了警之后还说我不认识他父亲，所以他觉得自己更伤面子。没错啊，父亲的脾气是有点大，而且父亲身体是有障碍，这样呢就会让父亲更加的敏感和易激惹。当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女儿报警，特别是说女儿说这个不承认这个父亲，所以这个时候对父亲的自尊心是一种刺伤。父亲呢会倾向于用这种争吵和发泄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地位。那么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我们更多的要科学的表达需求，比如说我们先把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讲出来，比如说我现在很愤怒很生气，那么接着呢把这个情绪和感受引向事实，引向现象，比如说那你报警了还不认我这个父亲，所以就很
这个生气有情绪，这个就叫把情绪引向现实。因为人有情绪的时候是没有现实感的。那么紧接着呢，再讲出我的这个情绪的目的。其实我用这个情绪是想干嘛呢？其实就是想增进我们的父女关系嘛，根本上是这样的。最原始的目的是这样的。紧接着你想一想，可不可以用一个别的方法，不是用攻击，还或者是用这种暴怒发情绪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比如说这个案例当中，外公他十分疼爱自己的这个小孙子，自己去工地打工挣钱，给这个小孙子去打造一个首饰跟礼物哈。其实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爱的行动。那么我们其实更缺少的是什么呢？爱的语言方面的表达。其实他如果能经常跟自己的女儿去夸自己的这个孙子，包括当着孙子的面去表达自己对孙子这种喜爱的话，我相信他们的关系可能会融洽的很多。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比较科学的方法。当然这个需要我们大家有意识的在亲密关系当中去训练。好，那这也是我们总结出来的第2条爱的法则哈，就是不要用攻击的方式来表达需求。接着来说，现在父女俩呢走上法庭了，但是依然解决不了他们俩的矛盾。虽然说已经有了判决，那父亲觉得既然法院判了，怎么判呢？你应该执行啊。那女儿就觉得我很畏惧自己的父亲，我不愿意到家里去看他。所以现在这父女之间的这个心结到底应该怎么解开呢？您觉得？其实，在一些关系当中，我们去判断输赢啊，或者是用法律来判断对错，并不难。但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是没有输赢的，不管谁输谁赢，最后输掉的总是这段关系。我们中国人其实讲情理法，那我们第一个讲情，讲情就是要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感受。比如说就分离焦虑来讲哈，我们中国人可能不太善于表达这种感情跟感受。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可以鼓起勇气跟女儿说，其实我特别舍不得你出嫁，毕竟我们相伴这么多年哈，也可以哭，可以有眼泪，然后可以拥抱，可以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就省得以后用攻击、挑剔，或者是用这个叫折磨自己的方式让对方难受，来缓解这种焦虑了。同时呢，我们也要感受到对方的情绪和感受。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亲密关系当中，更多的讲情，多讲情，少讲理，这样关系会更好。对，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3条爱的法则，是亲密关系没有输赢，感情就像沙子，捧在手里它流失的很少，攥得越紧反而流失的越多。学会放手，关系才能更亲密。愤怒会点燃我们心里最后一丝理智。当你想让你爱的人明白你的需求的时候，最好不要使用攻击的方式。情感没有捷径，需要你包容对方很多个坏毛病。众目睽睽之下，他挟持2名年幼的孩子。不管什么回事，关你什么事？冲破重重阻碍也要在一起的恋人，如今只剩下争吵与指责。那个男的个子没有多高，肚子大大的，他就掐着我脖子啊，然后掐着我脖子把我掐晕了。失望与麻木，这对不成熟的夫妻真的还能走下去吗？反正他怎么做吧，我也不想再去问他了，是吧？已经没意思。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独不独立。妻子不回家，今日说法即将播出。黄金分割法则让钢筋水泥化身城市风景，3分构图法则让斑驳光影定格永恒瞬间，阻力最小法则让勇者劈波斩浪突破极限，海恩法则让医生精准治疗救死扶伤。爱或许没有唯一公式，却需要对的方式。2017世界家庭日，今日说法邀您寻找爱的法则。快点，要不要？哎，师傅，怎么回事？关你什么事？还有什么？这一幕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一名男子正在持刀挟持人质，被挟持的还是小孩子。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当时现场的车子双向已经严重拥堵，而且围观这个群众非常的多，我们车停了20-30米之外，然后我们是下车步行跑步过去，然后到达现场。谁报警？
哎，师傅，怎么回事啊？关你什么事啊？持刀男子个头不高，30岁左右，蹲在一辆出租车前，怀中抱着一个2、3岁大的女孩。距离他1米左右的地方，还站着一个大约4岁的男孩。第一个情况看来是一个，大概有30岁左右一个成年人吧，右手拿把刀，左手啊是搂着一个小孩，蹲在地上。民警担心持刀男子会有不理智的举动，尤其是他手中握着一把30多厘米长的弹簧刀。当时我就最大一个担心就是说，他如果采取什么极端行为，如果对小孩就极有可能对小孩造成一定的伤害或者影响。关你什么事啊？民警不停跟他在交流，这个男的就是没出声，没有跟你保持这种沟通，是吧？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吧？这个确实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惑，到底为了什么事情？持刀男子情绪异常激动，不愿与人沟通。为了确保孩子的安全，民警不敢采取强硬措施，只能不停地用言语安慰他。随后，民警从出租车后面绕过去，先把男孩抱走。可令民警诧异的是，这个时候男孩竟然对着马路中间的持刀男子喊了声爸爸。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这个事件发生在2014年8月18号中午12点24分，一名持刀男子公然挟持2个年幼的孩子。当时围观的群众是越来越多，但是看到刚才的情形，大伙儿都感到惊讶和恐慌。这个男的真的是孩子的父亲吗？如果是父亲，他为什么要挟持自己的孩子呢？我就问他那个小孩，我说，那是谁啊？那是你爸爸吗？他说是的。那为什么你爸爸带这儿来啊？然后他告诉我说，这个妈妈跑了，不要他们了，不要爸爸和他们了。小男孩说，持刀男子是自己的爸爸，被劫持的女孩是自己的妹妹。民警杨长龙继续与持刀男子沟通，询问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有哪些想不开的事情。最终，持刀男子告诉民警，他老婆跑了，他要找老婆。要老婆跑了嘛，你这种事交给我好了。派出所你这种事情你找不到，我们派出所这种问题很小事啊，很好给你解决，很快就能找回来了。啊，你要不把你老婆什么联系电话，叫什么名字给我？你老婆叫什么名字？电话多少？我给你联系好不好？听说民警要帮助自己寻找妻子，持刀男子的情绪渐渐缓和下来。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红本子，向民警扔过去。民警翻开本子，看到的是一张结婚证。通过结婚证，民警得知持刀男子名叫王明，他的妻子名叫李小红。此时此刻，王明并没有放下怀中的女孩，民警依然十分警惕。手上有凶器，是吧？这个现场的话，根据初步的话判断，就是有危险。事发现场位于鄞州区雅戈尔大道和鄞县大道的交叉路口，是宁波市的主要交通干线之一，来往车辆川流不息。王明的这一行为造成了严重的交通拥堵。事后了解了以后，这个车子将近已经阻了，可能有7、8公里左右吧，影响了这个公共秩序。民警杨长龙继续与王明周旋。这时，宁波市鄞州区石器派出所副所长张海峰赶到现场，他趁王明没有防备，偷偷绕到其身后，夺下他手中的匕首，救下女孩。随后，王明被带回石器派出所接受询问。经核实，2个孩子均是王明的亲生儿女。我就希望我老婆出现，就这样。那别的也没什么想法的。像他这样采取这种极端的方法，是吧，来解决的，是吧？不但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小孩子，给小孩子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心理阴影，是吧？其实对他老婆也不一定会好，对吧？不一定会理解他。通过这种方法，夫妻双方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王明为什么要挟持自己的亲生孩子？
据王明的叙述，他的妻子离开家10几天了，他联系了妻子的朋友、同事，到处找，没有找到妻子的下落，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这种方式逼他的妻子现身。这对年轻的夫妻怎么会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妻子离家出走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的记者想方设法找到了王明的妻子李小红。李小红说，她跟丈夫之间的问题早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显现了。李小红告诉记者，5年前她与王明在四川老家相识，朝夕相处1年多，王明被她的包容与体贴所打动，她也从王明身上获得了少有的关爱与幸福。不顾家人的反对，情意正浓的2人没领结婚证就匆匆办了婚礼。17岁多一点吧，18岁左右吧。那时候人年轻还小，也不懂事，然后就我执意要跟他在一起嘛。然后我爸妈不管怎么反对，我都这样跟我爸妈说的。我说无所谓的，他没钱我可以跟他一起挣，我没嫌过他穷，没房子我可以跟他一起干。李小红说，王明是家中独子，经济条件一般，但从小到大没怎么吃过苦，而自己有4个弟弟妹妹需要照顾。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只上完初中就回家务农了。虽然2个人的结合不被大家看好，但李小红觉得，无论现在的生活有多么艰辛，一旦2人结了婚，小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我们2个人在一起，只要他勤勤恳恳的跟我一起去打拼，我愿意跟他在一起。我一直都这样想的，可是事实都不是我想的这样。随着2个孩子的出生，李小红与王明在喜悦的同时，身上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原本就没有固定工作的他们，不得不为生计担忧。但李小红觉得，只要丈夫对自己好，一切难关都会过去。可事实真的如此吗？是实在的吧，以前没结婚的时候是想过，如果他对我好，我这辈子都会好好跟他过，然后我们一定会过得很好很好的。可是后来慢慢的他变了，我想象的再也不会实现了。李小红随王明背井离乡来到宁波打工，热恋时的激情已经逐渐褪去，一家4口人如何把日子过好，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李小红发现，王明不但不考虑这些事情，反而经常因为一些生活琐事而与他争吵。脾气很坏的嘛，然后经常打架，晚上出去玩，完了回来，然后我骂他2句，还会动手打我，然后摔东西，发脾气，然后我都是不敢做声，因为他要动手打我，我真的是没有还手之力的，我这么小他这么大是吧？据李小红回忆，王明打他最狠的一次，自己差点死掉。那天王明再一次很晚回家，李小红不由得说了他2句，他像是在外面受了气，火气很大。他晚上出去玩嘛，玩到了快2点了回家，然后我就很生气嘛，我说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他又发回来，那他在外面肯定受了气回来，然后找我出气了嘛，他又发回来，然后我们俩就吵架了，他就掐着我脖子啊，然后掐着我脖子把我掐晕了嘛，当时我躺在床上也没有反抗你的，因为你知道我是怎么醒的吗？他把我掐晕了，他是这样打我的，打我脸，当时鼻子全部流血了嘛，打了，然后把我打醒的时候，鼻子已经流血了嘛，然后我就在想，我怎么跟他吵架吵着迷迷糊糊睡着了，然后我才想到他掐我脖子肯定是掐晕了。李小红觉得，即便之前屡次被丈夫打，为了孩子为了家她还能忍受，但是这次被掐晕之后，她渐渐心灰意冷。这样的婚姻生活还能维持下去吗？反正他怎么做吧，我也不想再去问他了，是吧？已经没意思。我问他，他这样子对我们，可能我也不再相信他。时而拳脚相向，时而妥协忍让，孩子成了最无辜的受害者。小孩都放到纸箱上呀，什么睡觉，天冷的时候嘛拿点被子。经历过这个事情以后，可能心里的阴影怀疑与暴力，家已不再是温暖港湾。前2个月的时候，聊了1个嘛，然后那个男的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儿子几个月的时候，我是把他反正那时候是
是有一点严重的。妻子不回家，今日说法继续播出。结婚之后，李小红发现丈夫的脾气很暴躁，经常会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出手打她，这一点她无法忍受。逐渐的，她对这个家就心灰意冷了。面对李小红的指责，王明又是怎么回应的呢？王明承认他和李小红时常因为一些生活小事而发生口角，但对于多次动手打妻子这件事，王明矢口否认。王明说，结婚3年多以来，只和妻子动过1次手，那是在儿子几个月大的时候。老家就是儿子几个月的时候，我是打他，反正那时候是有一点严重的。后面嘛，我也自从我今年到这边来，我什么事情都我说是什么事情都要说的好的，我也只得这样跟他说的。那今年我又一直没打过他，又没骂他的。除了家暴，王明对待工作的态度也让李小红觉得自己的容忍毫无意义。曾经想要一起打拼挣钱、养家盖房子的梦想，离他越来越远。他懒嘛，不去做，反正没钱了去做一下。你有没有固定一段时间，比如不上班，比如好几个月你就不上班？那几个月没有的，那几天的没有，那1个星期都没有的。很少给家里生活费，给一点嘛，也是给的很少的。他说省着点用，怎么的说我嘛。李小红认为王明没钱花了才会去工作，有钱的时候也不舍得给他，这样的丈夫再也无法指望。李小红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多为家里赚些钱。不久后，她在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包装的工作，并请求老板能允许她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在了解了她的基本情况之后，好心的老板娘答应了她的请求。带孩子嘛，那时候小孩还小嘛，然后小孩就放到纸箱上呀，什么睡觉。天冷的时候嘛，拿点被子，拿点那个小的毛毯什么，拿到床里面嘛，铺在那个纸板上给他睡觉。小孩吧，真的有时候只是觉得小孩很可怜。说实在的吧，你说小孩待在厂里面，一天做鱼就50-60块钱，50-60块钱，小孩要冷着冻着，然后有时候嘛甚至还饿着。像我带我儿子在这里上班，每天我上班上到12点，我自己都真的很不忍心。然后我是反正一直都是这样说的。为了小孩能过在一起，尽量的过在一起，毕竟小孩是无辜的，大人怎么责任都无所谓。舐犊情深，父亲怎么会想到用挟持孩子的方式来寻找妻子？那个警察给我打电话，我是不相信的。希望我老婆出现，就是这样，那别的也没什么想法。婚姻基础不牢，又偏偏是2个不成熟的人，他们的婚姻将走向何方？真的现在搞不清楚是他的错还是我的错。我觉得健康的家庭比健全的家庭更重要。妻子不回家，今日说法继续播出。作为母亲，看着年幼的孩子跟着自己受苦，那确实是于心不忍。外加上丈夫的暴力和懒惰，也让李小红觉得这种生活一天也过不下去了，所以她选择了离家出走。而在王明看来，李小红不辞而别，那是另有原因。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就是那天我儿子带我去找到那个地方，然后那些人这样子跟我说，然后他说是一个女的，那个个子没多高的，就带着这个小孩住这里。说有男的，说是那个男的个子没有多高，肚子大大的。王明怀疑李小红出轨，他说李小红早就和这个人通过网聊认识了，有一次还差点被自己抓到把柄。我们吵架的前2个月的时候聊了一个嘛，然后那个男的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那时候我是刚刚学上网，都不会上，连字都不会打啊。然后那天他就拿我手机跟人家聊了嘛，人家说你下班了吗？然后他就会下班了，然后那个男的就说你住哪里了？那个我老公回答我，他说我住恒基的，但我也住恒基啊，有空出来见面一起玩吧，就是这么一回事，就这么一点嘛，然后我就跟我吵架吵翻了嘛。
夫妻双方失去信任，矛盾愈加升级。即使家中还有2个孩子需要照顾，李小红还是选择了离开。李小红走后，王明通过一些途径寻找她的下落，但都没有找到。他说你在哪里啊？他给我打电话，我说我在哪里上班，你自己得好好带小孩。我一个月挣3000块钱，我给你们3个人打2000块钱。如果你想回去，我钱给你，你回去好了。我说你回家你爸妈给你带一下，我是这样说的。找他走了10多天没找到，然后后面在砖厂里面跟我一起干活的人，他说是我看见你老婆在洞桥那个从那里过来，然后我第2天早上我去看，没找到他。那天下午他们砖厂里面的人就打电话给我嘛，然后我去找，我那天晚上找到他了，他第2天早上他又走了。案发前几天，王明听一个老乡说，在宁波市鄞州区青坊城附近看到过李小红，于是2014年8月18日，也就是案发当天，他就带着2个孩子来寻找李小红，找了1个上午也没有找到，因此王明就想着，如果能闹出点事，李小红是不是就会出现了？我的想法就是那天这样做了，就是围观的人多了，然后派出所的人过来问怎么回事嘛，我就希望我老婆出现，就这样，那别的也没什么想法的。据王明的妻子李小红透露，在他离家出走期间，王明曾给他打电话威胁说，如果他再不回来，自己就会在派出所门口把孩子砍死，然后自杀。李小红认为这不过是王明骗自己回来的伎俩，从未想过他真的会做出类似的傻事，以至于2014年8月18日，李小红接到派出所电话时，都以为是诈骗电话。走向今天这样的道路，说实在来，也不是他想要的，也不是我想要的。然后我们俩的彼此的这样，真的现在搞不清楚是他的错还是我的错，因为他的不负责任而造成的这一切，还是因为我的离开而让他选择了做这样的事情，而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后果。所以我现在心里挺难受的，说实在的吧。你不知道这是犯法？不知道。事发之后，王明因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在第1次讯问的时候，他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找老婆，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错。按照派出所第1次审讯时，他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这种酿成这种后果，好像在他看来还是很轻描淡写的。我不就是找老婆嘛，是吧？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吧？我找我老婆有错啊，就是这样的嘛，这种心态。王明认为自己这么做是为了找妻子，而且他挟持的是自己家孩子，那这样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事实上，王明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2014年12月8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并作出了判决。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在公共道路上阻碍车辆通行，造成交通瘫痪、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后果，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二、作案工具弹簧刀1把，予以没收。判决内容听清楚了吧？听清楚了。法官看来，这对夫妻的主要矛盾在于2个人对未来生活的构想与目标存在差异。女的可能蛮希望能够外出去挣点钱打工，男的可能还是希望女的能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这方面可能是一个主要的矛盾吧。年轻人只要相互爱慕，就可以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但结婚不是儿戏，除了有爱，他还需要夫妻双方承担更多的责任。婚前没有把主要矛盾解决好，婚后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反而将原有的矛盾进一步放大了，而孩子成了最无辜的受害者。那第一方面就是双亲吧，最关键的2个监护人双亲可能都不在身边，
母亲是因为承受不住压力，然后离家出走；父亲的话，是因为找母亲，而导致经历过这个事情以后，可能心理的阴影啊，包括对婚姻，包括对以后的成长，都有影响。这个确实是，可能还是需要后期人为的进行一些干预，或者说心理辅导之类的。今天我们继续世界家庭日寻找爱的法则系列节目，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白燕怡，欢迎白老师。您好，罗老师。这一对夫妻的这种矛盾啊，两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至少是女孩很年轻的时候，在没有任何的物质准备、心理准备也不充分的情况下就结婚了。在婚姻当中，其实应该是两个相对成熟的成年人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样他才会有责任心，才能够找到自己比较准确的角色定位，才能去做好一个丈夫、妻子、父亲、母亲。那什么样的状态下，两个人就算准备好了，可以进入婚姻的殿堂了呢？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独不独立，比如说他有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再比如说他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还有，当然他要有独立的经济。其次，我们要看一看他的社交关系。他的社交关系如果相对是比较的稳定、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话，那我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综合这些条件下，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比较成熟的吧。好，这是我们今天找到的第一条爱的法则。婚姻需要两个相对成熟的人。我们再接下来看看两个人结婚之后发生的这些问题啊。生活琐事导致矛盾不断，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争吵，甚至动手，出现了家庭暴力。两个成年人都彼此更多的顾忌的是自己的情感，那其实在中间受伤害的就是孩子。所以如果夫妻两人即便是有争吵，但是如果能够去手拉手的这种吵架方式，其实不是说咱俩真的拉着手去吵架，而是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有一个牵手的点，那就是我们要呵护我们最疼爱的孩子，不要让我们成年人之间的情感矛盾伤害到孩子。因为有很多人吵着吵着就豁出去了，就根本就不管孩子是不是在旁边呢，老人是不是能够受得了，完全只顾及我这个角色，妻子或者丈夫的这个角色是不是得到了一个充分的满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容易误伤。我们今天找到的第二条爱的法则就是拉起手来吵架。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案件当中第三个让我们特别不能理解的这个现象，就是丈夫发现妻子走了也找不到了之后，他居然能想到挟持自己的孩子这种方式来逼自己的妻子现身。在孩子的心目当中，父母的天职就是爱自己、保护自己，所以当妈妈把自己扔在这里离开了的时候，孩子有被抛弃的感觉。当爸爸把刀子架在自己的脖子上，虽然他可能并不是真的要做什么，但是在孩子的感受当中，那就是真的，就是爸爸为了去获得他想要的东西，而可以把我作为牺牲品。孩子就很容易把自己工具化，因为我不是一个爱的对象，而我只是爸爸或妈妈情感上利用的一个工具，可以随便扔掉的一个工具。这个时候让孩子的自尊水平会得到一个粉碎性的打击，而这个粉碎性的打击会导致孩子以后内心的一个巨大的自卑。所以我觉得之前这位妻子也说我要维系这个家，当时遭受那么多的家庭暴力，是因为我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所以我忍着。但是对于家庭来说，我觉得健康的家庭比健全的家庭更重要。因为一个健康的家庭，它能够提供给家庭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积极的、快乐的养分，能够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去得到自尊、自爱，能够得到生活的力量和勇气，还有技巧。但是一个不健康的家庭，它虽然健全，可是每天都生活在恐惧、焦虑、阴暗、暴力当中，那样的话，孩子成长起来，他对于婚姻的认识就是黑暗的，对于人生的理解也是非常的悲观的。所以今天我们得到的第三条非常重要的爱的法则就是
健康的家庭比健全的家庭更重要。无论对孩子还是对父母来讲，健康的家庭比健全的家庭更重要。一个完整的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心理层面上的。